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 W126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73203，它是从台北永和来的蓝色 W126上面拆下来做整理的。因为这部车子它曾经停牌很多年，所以我相信以大哥的经验，它的测试成绩一定相当不好看。好，我们来做一次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打开电门。开始，以宾士30年的车子，其实都已经到了人类阶段了。因为30年的车早就应该要报废了，但是因为宾士90年代这个车子，不管126、124，或是大高201，它有它的价值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希望再让他，替我们服务。但是呢，很现实的问题，30年的车子，引擎不坏，但是喷油嘴整个供油系统都堵塞了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经过整理，类似。糟糕！以标准的出油量，1分钟全油门应该会在170ml左右，160、170。但是我们看下来，哇，它平均都在120左右，110到120之间。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，第一缸120。第2缸105，第3缸120，第4缸120，第5缸105，第6缸120，跟标准的出油量的170差了将近50ml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少了40%的出油量，因为这个是停牌的车辆一定会碰到的问题，引擎不坏。但是30年的油箱，你可以想象30年的顶楼水塔，里面30年之后，里面有什么样的脏东西？油箱里面就是，汽油挥发掉之后，30年的胶质残留下来，就是所谓的油袋。然后再来就铁锈，油箱一定，难免会生锈，有部分的铁锈。然后再来就是加油站的沙子，把我们的整个供油系统都堵塞了。其实这颗喷油盘没有坏，它是堵塞了。我们希望把它拆下来整修之后，喷油嘴换新，应该20年。油箱当然油箱滤网一定要签。油箱的污染源排除之后呢，相信在20年不应该再堵塞吧。这颗编号73203的 W126的6缸分油盘，大哥已经整修好了。我们来做同样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测试，来看它的测试的数据是怎么样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在还没有整修之前，我们看得到它的出油量都落在120左右，跟厂方要求的170
我差了50ml，换算下来应该大概在40%，少了40%。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停排之后，油箱的那个胶质沉淀，把我们的废油盘供油系统整个都堵塞了。不管电喷或者机喷，都一样喷到堵塞的问题。如果电喷的话，那就堵塞喷油嘴的话，那一支喷油嘴5-6千，一换下来就不得了了。那我们机喷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废油盘堵塞，那喷油嘴因为它没有电子结构，所以它也比较便宜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画面上有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，第一缸、第二缸170，第三缸165，第四缸170，第五缸165，第六缸175。厂方要求的误差范围是15%。我们这一次的出油量误差看下来，大概在3%左右。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3203的 W126 6缸废油盘的第二阶段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我们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也能够达到平均要求这个阶段的测试，它的测试的结果呢，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在这个阶段测试，大哥认为它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怠速如果稳定不抖动，那是由怠速的小油门来模拟怠速小油门的这个结果来做决定的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3203的6缸废油盘的第二阶段。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由于经过30年之后，宾士的车子虽然引擎没有坏，内装外观都很棒，但是呢，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30年的油箱就好像30年的楼上的水塔，污染了我们整个供油系统。那我们的供油系统呢？经过它没有坏，但是就是因为堵塞，堵塞之后呢，把油箱的这个污染源排除，把它里面的滤网换新之后呢，如果说下回再堵塞的话，应该是20年以后吧，我们希望它能够再陪伴我们，再度过下一个20年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，第一缸185，第二缸190，第三缸190，第四缸190，第五缸185，第六缸190。这次的测试成绩非常好，厂方要求是误差15%。我们看下来，它的误差应该在3%以内，成绩相当优秀。我们整个测试的阶段到此结束，拜拜喽。